这节课呢，跟大家说一下这个，咱们单独来学习一下晕染中的干晕要点啊。什么叫做干晕？干晕指的就是笔在润笔的情况下，但是不借助任何的透色胶去进行操作。这个方法呢，实际上在做一个晕染款式的时候是比较常用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有的时候晕染液不需要非常通透或者说雾状的感觉，那么就可以借助这种方式来操作。先来学手法，然后我们再来去这个进行一个款式小搭配去实操去看啊。首先，我这里画了一个小小的星号，就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一定是要润笔，就是甭管你用的是光疗笔还是什么样的笔，我们的笔要柔软，因为如果笔上太干燥的情况下，刷出来的假面刷痕会非常重，除非你想要特殊效果，那么最好这里是底胶，你们也可以用润笔凝胶，最好是先要把这个笔给它润透，润透之后，把笔上多余的底胶在旁边干燥的地方擦掉，只需要这个笔是柔软的即可，不需要就是平常咱们做那个晕染需要借助一些胶啊，不需要，也就是说这个笔只需要润好就可以去使用。我这里写了两种，第一种呢用的是罐装胶，第二种用的是瓶装胶。罐装胶和瓶装胶都可以，但是多数还是这个罐装胶可能这种手法会多数一点点啊。我随便拿了一个颜色，比如说像这个啊，有点浅蓝色的意思。怎么叫做干晕？什么叫做干晕？来看。我去取点胶，我随便去取一点胶。这个胶呢，我在甲面上我是打一个底色，方便去看啊。在甲面上，我想要在哪里，比如说这个位置，我想有这个蓝色的存在。好了，直接把这个胶铺上去，然后借助我们在晕染的时候手法上的注意，可以拉直线，可以过渡开。这个呢可以做多色渐变，也可以说是多色晕染，也可以做单色的晕染。也就是说，笔呢现在是只需要这个样子，就是晕染完了，就这样晕染完了，只需要把这个颜色叠加上去。那同样的，我旁边也想这个位置有点什么颜色，我在这里再稍微叠加一下。如果胶过多的话啊，在湿棉片上把笔擦干净，擦干净之后再把这个位置的胶给它晕开。也就是说，不借助任何胶，我也不用那个底胶标粘底胶，也不需要去甲面涂什么样的胶，直接在色胶之后进行颜色的叠加。这种做完呢，可能说透色系的胶。记住啊，宝藏，透色系的胶做完的边缘可能会比较通透，实色的胶可能部分会出现一些纹路，但是像这种我们在操作的时候，基本上要的是这种纹路，或者说不想要纹路，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不能再用这种方法去操作了。但是你看这个实色胶，我在晕染完之后也有颜色，但是也是有轻微刷痕在的。那因为有的款式要的就是这一种，好吧？来，第一层叠加好了之后，我们拿去照灯叠加第二层，其实这个操作的时候，罐装胶和瓶装胶都是一样的，直接取胶。但是罐装胶在做的时候一定注意胶要调好啊，就是因为长时间，你比如说这个胶，我长时间不用了，上面能不能发现是有一点透明的感觉的？所有的胶它都会有这种稀释感觉，所以说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胶，我们想让它上色度要高，就是有时候取胶取一点点，感觉怎么这么透呢？是因为表面有一层浮胶，透明的浮胶在，给它搅拌一下，用搅拌好啊，给它搅拌完了之后再去使用就没有问题了。这是一个小小的注意点啊，因为刚刚产生了，所以说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。那如果说是用瓶装胶的话，也是一样，我拿一个颜色比较重的。咱们就是练习用的那个红色，上色度比较高的红色来说，一个瓶装胶也是，我想哪里有这个颜色在，我就稍微叠加上一点点。干刷的话，这个也叫做干晕，也叫做干刷啊。干刷的情况下，一定胶量不要太大，不然整个甲面会太满。然后来把这个颜色咱给它过渡开。这样大家就能看得清楚了，是不是这个边缘的刷痕就没有那么的通透，对吧？想要纹路感的话，这是不是就出现了？那当然了，我们不能说一味的只想要纹路感，我想要把这个颜色边缘给它过渡稍干净一点，不要这么重的情况下，是可以拿一个湿棉片勤擦笔，再重新润笔，但是同样啊，不要有过多的底胶。比如说下面这里纹路比较重，我们用干笔，这时候稍微用点力啊，稍微使点劲儿，你看边缘是不是就被刷开了？虽然可能两个颜色搭配出来不好看，但是这个手法要给大家稍微说一下。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颜色叠加上去，我也不需要它有多么漂亮的效果，那么就可以借用这种方法来实操，好吧？来，像这个后面一般比如说叠加款式，我就比如上面可以贴加亮片啊、金箔呀等等的，也可以在这个石膏胶之后，比如说我待会儿就在石膏胶之后操作啊，还有你们在亮片之后也是可以的。先稍微去照灯，再照10秒钟，然后拿这个，我拿一个榉木棒吧，直接用榉木棒在甲面上刷上这个石膏胶。好了，来，比如这个款式之后，就层次的问题嘛，比如这里来点白色，对吧？这个就随意一点啊，咱们也不需要非常厚，但是要有纹理在。来，下面这里，好，叠加好了，照灯。照灯之后，因为石膏胶出现的表面纹路会比较重，如果说我的这个就想要层次纹路感强一点的，那就在石膏胶之后直接叠加颜色，可以用这个罐装胶，也可以用瓶装胶。它们操作起来区别是啥呢？它那个颜色相对来说稠一点。比如说我们做多色晕染，或者说是多色渐变啊，就是甲面有很多颜色的，可以用罐装胶借用这种方法操作。那瓶装胶呢，相对来说它会质地偏稀一点，所以说要偏通透感。一个要通透感的话，一个是用调好的透色胶，透色胶，另外一个呢就是用瓶装胶的稀一点的颜色去叠加啊。来，这个照了30秒钟，现在是半干状态。这个时候来，比如我们上面再去叠加一些这种颜色，或者再叠加晕染液、叠加什么都是可以的。因为说是干晕嘛，那在这个石膏胶上面，我们适当的稍微来一点颜色，也不需要非常多，就是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要用底胶的话，边缘是不是就稀释开了，不好看？来，单独刷一下。你不要把颜色瞅俊了啊，咱就把这个手法看看好。你看，我给它叠加一下，是不是颜色又上去了？那这个时候也叫做干晕的手法。所以有的时候干晕不一定只是做平面，也可以在款式或者饰品之后去进行叠加使用。好了，这是一种，就是我们在用干晕的手法情况下怎么去把甲面的胶给铺开，然后再去怎么这个，我先照一下灯，然后我把它照平之后，我再用一个透色系的胶，大家再来看，再用干晕的手法2层叠加后，是不是相对来说颜色就比较浅了？我就照灯10秒钟啊，大家快速来看。甲面呢，我用一层加固胶或者说用牛皮胶，咱给它照平。因为有凸起嘛，所以我现在刷上一层。那它加固胶之后，如果凸起太重，该打磨啊，这属于款式系列的这个操作了。涂一层加固胶呢，是为了让一个这个石膏胶夹在中间，另外一个为了让表面平滑一点，因为有颗粒感在的时候，我们干晕边缘的这个颜色是不是就不好刷匀？好了，照灯，还有轻微凸起啊，先不管。这个时候拿一瓶透色胶，呢为了方便大家去看啊，我就直接用这个乳白色，好吧，直接用透白色去操作，透色系半透胶。再照灯5秒钟。好了，这个之后拿光疗笔去取胶，你看甲面上我们直接我在哪呢？在这儿吧，稍微盖住一部分，我是不是可以斜着去走？也可以大面积，也可以小面积。好了，这个时候笔上有过多的胶，我们想过渡边缘，防止蹭胶做的太脏，会把笔擦一下，重新用底胶吸笔上的颜色，然后再擦一下，擦干净，再重新润一下笔，润好不需要有任何胶啊。看看笔还是这种油性，但是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胶在，再单独的把边缘，你看手法是不是一样的？来过渡开，然后透色胶过渡完的边缘是不是通透感就要强？不像那个实色胶这里纹路那么重，因为这里纹路太重，比较丑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下遮盖，叠加遮盖。颜色大家随便画啊。
好了，你看一层一层的上去，是不是效果就出现了？这种就省事儿啊，我也不用再去站胶，每次站胶擦笔太麻烦，哎，直接叠加完就可以了啊。来，我去照灯，去照灯。好了，这是我们在做干晕的时候一个手法上的注意点，然后笔呢操作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在甲面上尽量能平铺着走。如果这个某一个颜色，比如说我在甲面上随便点一点点啊，点一个点，我想把这个颜色过渡开，底上在没有胶的情况下，用干晕的手法直接把这个胶脱开，哎，它出现的这种纹路会强一点，有没有？会纹路强一点。那当然了，我过着，我突然感觉这个颜色我就有点多了这个位置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笔立起来，立起来的情况下是可以把多余的胶擦掉，擦掉之后在棉片上清洁干净，底胶洗一下笔，再擦笔，再润一下笔，都能看得见啊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润好笔还是用刚刚的手法平铺，把这个胶颜色给带开。哎，这也是一种手法在，这也就是手法在啊。我们把刚刚这个拿出来，然后这上面呢可以再涂加固，包括刚才如果不想要凸起感那么重的话，该打磨打磨，最后上层就可以了。这是我们做干晕中的一种方法啊，做干晕的方法，大家去实操一下。